村子中央，所有陈家村人都围成了一个半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陈正安面前的50筐鸡蛋。大家伙都别着急，今儿啊是为了啥事儿呢？还是蝗虫那伙的事儿。不少人听了陈正安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蝗虫不都过去了吗？这还有啥事儿呀？来给村里帮忙的，咱们都写了感谢信。可这蝗灾处理最多的是谁呀？是咱们村里自己人。今儿个咱们主要表扬咱们村里自己人。哎呀，还有这好事呢！这咱们自己人还要表扬，这不都是自家的地吗？就那表扬信，俺可不稀罕。就是有啥用啊？不就是夸2句吗？人群里几个和刘老太太相好的小媳妇都不屑地在一旁小声地说：“要不是乔乔这丫头带着大家伙找到了药草，恐怕这粮食啊根本就保不住了。”就算和陈乔乔不和的刘老太太等人也反驳不了。咱们的乔乔还给这次蝗灾里表现好的大伙儿提供了那个啥那个鸡蛋奖励给大家。啥？有鸡蛋？不知道俺家有没有？家里半年没吃过鸡蛋了，不知道俺能不能领到。春生，把鸡蛋拿上来。陈乔乔站在一边，笑意盈盈。乔乔，你来宣布领鸡蛋的人。这次蝗灾之所以能保住这些粮食，更有一些人为了保住村里的粮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我收到的人来领鸡蛋。陈铁叔，这第1份鸡蛋您来领。要不是您和2蛋3蛋哥发现了蝗虫，咱们村的粮食还要损失不少。爹，有鸡蛋，有鸡蛋！2蛋兴奋地推了他爹一把，陈铁才反应过来。第2份鸡蛋麻烦春生哥帮着领一下，这是给郑安叔的。郑安叔3天都没有怎么休息，根本顾不上自家的地。陈家村有您这样的村长，以后肯定越来越好。陈正安没想到陈乔乔竟然还给他准备了鸡蛋，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刘大红却激动得差点哭出来。终于有人看到他们家男人的功劳了。陈二海，也就是我们二叔，这次蝗灾还没开始，他就每天夜里到地头熏药草。李家村来偷药草也是二叔第一个发现的。蝗灾开始，二叔除了自家的地，还帮着老叔公还有其他没有劳动力的人家扑杀了不少蝗虫。这些鸡蛋二婶来拿着吧。陈老二还没有反应过来，王鸭蛋推了他好几下，他这才想起来陈二海是他的名字。老二，哎呦，你这干啥呢？媳妇儿还要哭了，憋不住了，丢人！你这人真是的，这是好事儿啊！村里不少人也把陈老二这一段时间的举动都看在了眼里。老二啊，要学好。老二啊，咱们陈家村可不兴赌啊！陈老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顾着蹲在地上捂着嘴，任由眼泪和鼻涕流了一脸。老村医伯伯，咱们村能找到药材，多亏了您，这鸡蛋必须有您一份。之后，陈乔乔每说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要把这个人做过什么都说出来。有帮着做饭的妇人，有表现好的孩子，50多筐鸡蛋，也就是50多户人家。他们拿着到手的鸡蛋，都激动地和家人说着话。那些没拿到鸡蛋的人脸色都有些不好。陈正安看着大家伙，心里也有了计较。这次的钱陈乔乔出了，可以后村里再有啥大事儿，这钱还是得村里出。荒场里，龙井地忍着那难闻的气味，看着蝗虫一个个掉到地上，忍不住拍掌叫好。明日早朝，把这药草带到店里，让所有官员都看看我大康朝这杀死蝗虫的药草。龙井地还要回御书房好好看看那封关于这药草的奏折。奏折里详细描述了陈家村一女子陈乔乔带领村里人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到深山里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种药草。随着奏折一起的还有一本册子，这册子上的文字略有稚嫩，正是陈乔生记录的那一本。上面记录了不下100种药材，每一种药材的味道、颜色，对蝗虫的驱除作用都写得非常清楚。没想到我大康朝竟然有如此奇女子，当赏。不过数日，又一封快马加鞭的奏折被呈到了龙井地面前。
他看完，激动地让安通马上召丞相、内阁长老。没多时，老丞相和内阁大臣就被自家轿夫一路小跑着抬到了宫门。几人不敢耽搁，直奔御书房。众爱卿，快看看这封奏折。龙景帝面色不差，众人也松了一口气，看来不是什么坏消息。金宝柱3成，陛下，莫不是地方官员怕担罪责，乱报不成？众位爱卿，确实3成，但药草效果甚是厉害。地方官员从开春起捣毁了不少蝗虫巢穴，又饲养了不少家禽，这3成没有瞒报。恭喜陛下，此乃万民之幸啊！把这些给各位大人看看。安通把早就准备好的另外一份奏折拿到了丞相面前，上面是关于陈家村发现药草的奏折。这帮老家伙最是固执，还要封赏个人，可不想听这些人多费口舌。真是奇女子啊！我大康朝有大兴啊！一个村户家的女子尚能做到如此，属实不易呀。诸位爱卿，孤认为此女该赏，要大赏。陛下，不若派遣司农蔡大人前往通川，这次蝗灾能保得3成粮食，实在让臣等惊讶。蔡大人可前往陈家村，把这次蝗灾的始末好好了解一番，整理成书，必将裨益我整个大康朝啊！丞相所言甚是，若预防得当，怕是4成、5成也可保得。这些老狐狸是怕有人谎报了那小女子的功绩，想去查实了。哼，就让你们去查，到时再赏，这些人自然就无话可说了。日子转眼过去了1个多月，李老太太也病了1个多月。陈老三因为要考试，蝗灾来得突然，更是没有时间通知这个儿子。病一好，李老太就让陈老二去镇子里把陈老三找了回来。结果陈老二到了镇子上却扑了个空。王秀云一见到陈老二就开始哭。原来之前因为粮食的事情，陈老三被王秀云和岳父岳母骂了个狗血淋头。王秀云父亲更是指着陈老三的鼻子骂他是废物。陈老三一气之下，竟独自一个人偷偷坐船去了徐州。一开始王秀云一家并不在意，只当陈老三是耍脾气，谁知道这一等都半个月了也不见人。二哥，你说这事儿，我心里也不好受啊。那么些粮食，怎么还不能说2句了？读书读傻了不成？陈老二脸憋得通红，毕竟那粮食的事情说到底还是他害的。弟妹，这老三爷那么大人了，想必在外面也是能照顾自己的，都怪二哥让人骗了。这粮食啊，二哥以后绝对还。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老三这一走就没了音信，我这心里头……王秀云的心里是极其看不上陈老二的。要不是陈老二，他们好好的一个家也不能这个样子，中饭都没留。陈老二饿着肚子回了陈家村。陈老汉和李老太没想到，因为粮食的事情，陈老三竟然连个口信都没给他们就去了外地，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2儿子，一个是3儿子，又能如何呢？陈乔乔，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吧？哎呀，是啊，我是天上掉下来的呢。是仙女呢？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又能找药草，又能找山洞的，不是仙女也是巫婆。之前陈乔乔掉下去的那个山洞，顾玄之已经亲自探查过了，竟真的查到了那些人的线索，这怕不是个小锦鲤。顾玄之转过头看向一旁的陈乔乔，胖嘟嘟的脸上连绒毛都看得清清楚楚。陈乔乔，你喜欢银子吗？把你自己卖给我怎么样？做个小丫头，跟在我身边也挺有意思的。给你端茶倒水，给你洗脚。顾玄之，你做的什么春秋大梦？那要怎么办？你这么小，娶又娶不成。2个人就这样躺在草地里，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短暂的相见，顾玄之又要离开了。陈乔乔觉得自己应该换个小哥哥了。这个小哥哥满心都是事业，想看一眼都难得很。想什么呢？想小哥哥呢。哦，啊，你哼！陈乔乔这才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什么。陈姑娘，女孩子要。小九子气得瞪了陈乔乔一眼。人走后，
陈乔乔转身到了养鸡场，这些鸡养了几个月了，每天吃得好，如今又吃了半个多月的蝗虫，个个是胖得流油。别说下蛋了，现在吃着肯定也香呀。这鸡才多大呀，怎么也要明年才能吃。婶子，你家鸡卖不？不卖不卖，这鸡都要下蛋了，这个时候卖不是败家吗？婶子买一只吧，我出高价怎么样？我可是你东家呀，你东家要吃鸡。张大平被馋得没办法了。翠花，一会儿让柱子去给这馋猫抓只鸡。哎，谢谢婶子，我这就去拿钱，可不能不要啊！你要是不要这鸡，我可就不吃了。陈乔乔就是这样，从不亏待他们。陈柱子既然不在家，翠花没办法，只能亲自上手了。奈何那鸡也是鸡贼得很，拼了命的跑，一时间竟把翠花气得没了办法。这是干啥呀，翠花妹子？乔梁哥，翠花有些不好意思，忙扯了扯衣服。你这是干啥呀？这鸡咋了？翠花只能把陈乔乔要吃鸡的事情说了。乔梁哥，我哥不在家，你要不帮我抓一下吧？这公鸡狡猾得很，跑得太快了。陈乔梁知道他脸皮薄，也不逗他了。没费多少功夫，陈乔梁就把鸡给逮住了。那鸡还不服气，一双眼睛瞪着陈乔梁，叫个不停。陈乔乔拿着50文钱，哼着小调，一进院子就看到了陈乔梁按着一只大公鸡。那大公鸡大红的鸡冠死命的挣扎，陈乔梁一个汉子几乎都要按不住了。这残毛鸡真是有一把力气啊！你放开老子，咱们在比吵。陈乔乔没想到，竟然抓的是一只这么大的大公鸡，竟看着还挺凶悍的。就是这会馋肉了。陈乔乔看着这只大公鸡，越看越喜欢。也不知道这大公鸡能不能看家护院。那公鸡仿佛听懂了陈乔乔的话一般，继续抗议的大叫：翠花妹子，去拿个刀，这鸡太吵了，我现在就剁了它。翠花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那刀闪着寒光。翠花姐，你跟婶子说声，咱们选个母鸡，这公鸡我也要了，留着看家护院，看着还是挺凶的。乔乔，这鸡不成，太闹腾了。那鸡立马就安静了下来，一双眼睛瞅着陈乔乔，立马不说话了。哎，你个小东西，成精了不成？这公鸡跟咱们有缘分，换个母鸡杀好了。那大公鸡一听不用死了，竟然也不挣扎了，老老实实的趴着。这也成，那咱们换一只。这只怎么办呢？不许吵啊！陈乔乔摸了摸大公鸡的脑袋，把大公鸡抱到了自己怀里。咱们取个名字吧，怎么样？小红、小鹰。大公鸡抗议的抖动着鸡冠，显然对这2个名字都不满意。怎么，你还嫌弃这名字啊？总不能叫你凤凰，叫你朱雀。大公鸡一听这名字，头一下抬得老高了，好像在说只有这名字才配得上本大爷。得，这样吧，以后叫你鸡大爷得了。另外一边，陈乔梁逮了一只满身是肉的母鸡，已经一刀下去。翠花把早就烧好的开水端了出来，1刻钟的功夫，这鸡就白白嫩嫩的了。乔乔，这鸡我给你剁好吧，你们回去啊，直接炖就成。这鸡啊，今天我要换个吃法，你把整只鸡给我就成了。翠花知道陈乔乔鬼主意多，把一只鸡装好，递给了陈乔梁。鸡大爷，走了，回家。那公鸡有灵性的很，连忙跟在陈乔乔后面。陈乔梁嘴角狂抽，以后怎么还要管个鸡叫大爷？他肯定不叫。大哥，今天咱们做个不一样的鸡，保证好吃。你去搭个鸡窝吧，结实一点，可别砸着鸡大爷。还鸡大爷？你的鸡大爷看你吃他的小母鸡呢。陈乔梁甚是无语，不过还是乖乖的出去搭鸡窝去了。可要给本鸡大爷的窝搭好了。炸鸡其实没有那么难，一是要掌握好火候，二是炸鸡的面糊要调好，这样才能保证那鸡炸出来是酥脆可口。天哪，姐，什么味道啊？家里又有好吃的了，好香啊！是鸡，今天是什么日子？要吃鸡吗？乔梅、央妹出去放小鸭子了，顺便采些野菜。怎么还有只大公鸡啊？这是在隔壁张婶家买的，看家护院，晚上给你们做炸鸡。炸鸡虽然没有听过，可只要是肉就肯定好吃。鸡肉一下锅，逐渐变得金黄，滋啦滋啦的声音勾得人馋虫都出来了。第1锅的火候有些大了，第2锅陈乔乔特意让他们少放些柴火，颜色看着比第1锅好了很多。
两个小丫头早就一人拿着一块鸡肉开始啃了。姐，这也太香了，咋这么好吃啊？两个小吃货。陈乔乔拿出2只碗来，装了满满的2碗。你们2个一碗送到婶子家里，一碗送到谢念姐姐家里。我去我师傅那儿，我去给翠花姐家里送。快去吧，慢一点，等你们回来咱们就开饭。谢勇家里今天的气氛有些沉闷，因为此刻炕上多了一个人。顾哥哥，你怎么在呀？小丫头，看到顾哥不开心？才没有！念念师傅，我姐让我给你们送的炸鸡。谢念连忙接过幺妹手里的碗，这炸鸡看着就好吃。幺妹，帮我谢谢你姐姐，这个是叫炸鸡是吧？看着好有食欲啊。念念师傅，我要赶紧回去了。姐姐说等我回去就开饭呢。小丫头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少主，您尝尝。谢念，家里做什么了？怎地这么香？谢报国、谢安国扛着锄头从外面走了进来。少主也在啊？这是什么？谢念赶忙解释，这是陈乔乔送来的。顾玄之看了几人一眼，在几人挪不开的眼睛下，拿起了一块炸鸡，一口下去，外焦里嫩，酥脆可口，吃起来是满口留香。顾玄之没忍住，又拿起了一块。就在顾玄之拿起第3块的时候，少主，好吃吗？还不错，那个你们也尝尝。一句话没说完，3只黑不溜秋的手同时伸到了碗里。好吃，陈姑娘，这做的也太好吃了。念念，改天呢你也去学学，咱们再做。这也太好吃了，这真是鸡肉。等谢允回来的时候，一地的鸡骨，还有3个逆子。什么？顾玄之他也在？顾玄之明明下午走了，怎么又回来了？晚上到亭子里的时候，陈乔乔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这货又摔了腿。哎呦，你这条腿不是亲生的吧？3次了。顾玄之被看得有几分心虚啊。那个大夫说了，这腿受伤过，没恢复好，这次伤得有些严重，怎么也得休养1个月。陈乔乔算是看出来了，这货肯定是有事儿，打算赖在陈家村了。那个炸鸡还挺不错的。鸡大爷立马把瞌睡的头抬得老高，警惕地看着眼前的人。我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吃就怪了，想吃自己买鸡。好啊，就你脚下这只，1两银子。鸡大爷抗议地站了起来，目露凶光地看着顾玄之。你这鸡怎么了？废话，你都要吃它了，你说它怎么了？鸡大爷，不用搭理他。鸡大爷这才又回到了陈乔乔脚边。你这鸡怎么跟狗似的？你呀才跟狗似的。第2天，在周舅奶家买了一只鸡，顾玄之帮他那么多，这可是他目前的大腿。有了昨天的经验，陈乔乔又改良了淀粉和面粉的比例，腌料也改了一些，口感更好了。谢念几人闻着味道也不干活了，好在是一大盆，谢念又做了些吃的，几个人可算是吃爽了。陈乔乔把吃过炸鸡的几个人都问了一个遍，确认大家都喜欢这个口味，才一脸坏笑地坐到顾玄之前面来。顾大公子，你好好看看我，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小丫头。您可是京城来的，您怎么这么肤浅呢？再好好看看。要不给点提示啊？钱呀，摇钱树，你看我不像摇钱树。说着还转悠了2圈，让顾玄之看清楚。哎呦，鸡大爷，你干啥呢？小九嘲笑陈乔乔，主人还没说什么，鸡大爷已经一口啄了上去。小九，小心祸从口出。说吧，怎么就摇钱树了？炸鸡呀，怎么就看不到商机呢？这么好吃的炸鸡，我们要是卖的话，你说这银子不就来了吗？我不是摇钱树是什么？这位摇钱树，快来展开说说。小九无语地看着自家主子，手里的铺子都是交给别人打理，1年也看不上几回账本，要不是他跟着操心，早就吃糠咽菜了。结果人家小姑娘一忽悠，自家主子就屁颠屁颠的去了。这炸鸡做法简单，方子也简单，这要是开店也不用多大的地方，利润却可观得很，一只鸡也不过几十文钱，可这炸鸡500文也是卖得的。你也说了，这方子简单，简单就意味着一经推出，很快就容易让人家替了，到时候又该如何？不怕的，我既然能做出炸鸡，当然也能做出别的。
他这可不光有鸡，还有鸭子呢，辣货可比炸鸡好吃多了，还有烧烤、火锅、麻辣烫。我需要一个大厨，最好是那种年轻的、手艺不错、喜欢研究的。这个人不着急，慢慢找就成。但是他得签卖身契。这是为何？我又不是做厨子的，有时候抠有想法，做不出来啊。不过我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东西，可不能被人惦记了，所以啊，得签卖身契。成，还有其他条件吗？没有了，顾大公子，下面我要说的都是好事了。这银子呀，我能出一点点，其他的都得您老人家出力。所以啊，这分成我想了下，就你8我2好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分成了？这就不用顾大少爷操心了，我这就回去写计划。屋子里一下子就剩下了顾玄之和小九子主仆2人。都听到了吧？给京城写信，让曹叔来一趟。厨子的事儿也让曹叔一并解决了吧？啊，曹掌柜来？曹掌柜可是京城里他们所有铺子的大掌柜呀。京城的事儿让他那小徒弟盯着，出不了什么大错。只要公子我一天不倒，出了错那也是别人的错。谁让您是主子呢？清晨一大早，陈正安就把所有村民召集到了村子中央。陈正安一脸的喜色：县老爷昨儿派人让我去一趟县衙，大家伙可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啊？哎呦，正安叔，您就说呗，这咋猜呀？正安啊，快给大家伙学学吧，别卖关子了啊！有2个事情，第一个是咱们陈家村招药材有功，严县令呢奖给咱们村皇帝100亩，银子100两，还有乔乔，这事儿你功劳最大，县老爷格外赏给乔乔50两银子，外加布匹10匹。严县令说了，虽然咱们陈家村的粮食保住了不少，可好多村子粮食还是毁了不少。他实在是抽不出身来咱们村子一趟，不然怎么也要亲自见见咱们村民呢。人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150两银子呀，这么多！正安叔，这么多钱呢，这可咋个分呐？不少人都激动的不行，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听我继续说完，这100亩荒地之后，我和四叔公他们研究研究，之前有功劳的都赏，剩下的便宜卖给大家伙儿。至于那100两银子，就留在村里。咱们陈家村孩子不少，却连个私塾都没有，谁家想分银子也成。咱们要是真改了私塾，以后你们家孩子不要来读书就是了。那些人都不说话了，谁能保证自家以后还没个读书的孩子了？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咱们村内药材的事情，连皇帝都知道了。皇帝呀，还要派人来咱们村里，好像是什么司农什么的大官五品呢。乡亲们，咱们村里要来5品官了。俺的老天爷，连皇帝都知道了。俺得赶紧回去告诉俺老娘去，不得了啊！等我回娘家，看看他们还笑话俺不？村正啊，这大官来了，吃啥住啥，咱们这村人家能习惯吗？大家伙都赶紧下地去忙吧，那大官还要几天才能到呢？咱们村里先研究研究。一回头就看到了要走的陈乔乔。乔乔，你等会儿，叔有事呢，到叔家里说。陈正安家里，四叔公还有陈二大爷都坐在那里，说着这村里的大好事，讨论的无非就是那大官来了吃什么住哪里，再有就是那100两银子的用途，想听听陈乔乔的意见。正安叔，这司农的官派下来，肯定是要知道那些臭草和咱们村治理蝗虫都用了哪些办法保住了这些庄稼，所以正安叔还是要提前做功课，到时候好和大人好好说一说。万一那大官回去一说，皇帝老爷高兴了，那赏钱不比严县令给的多。咱们村这街道也要收拾收拾，各家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平常咱们自己村没什么人，可要来人了，连个马车都过不去，可不大好。乔乔说的对，咱们村里平常也没外人来，是该收拾收拾了。村里要是盖学堂，必然要找夫子的，那夫子定然也需要个住的地方，不如就先盖个容身之处，先让京城那边的大人住着，等大人走之后给先生住也不算浪费。这样好，既全了礼数，又能用得上，好啊！乔乔啊，那银子和布匹一会儿让乔梁带回去吧，都在这儿了。陈乔梁不是一个人来的，杨梅和乔梅也都想看看那些布匹和银子，50两呢，
他们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蔡翔看着后面的车有些头疼，这大理寺卿的侄女儿不知为何一定要同他一起走这一趟。后面车里坐着的少女，一身浅蓝色的衣裙，容颜姣好，一颦一笑之间是少女独有的灵动。小姐，顾少爷见到您肯定高兴。七宝珠爱听这话，他的顾哥哥定然是高兴的。可怜他顾哥哥被发配到这么远的地方1年多了，也不知道高了还是瘦了。马车缓缓的前行，因为道路实在是不够平整，车上的人被颠得散架了一样，熬了10几天，终于是出现在了这小小的陈家村前面。草民陈正安携陈家村村民拜见蔡大人。都起来吧，本官要此处办公多日，大家不必客套，只当我是个回乡探亲的老人即可。蔡大人，里面请，我给您介绍一下村里的情况。不必了，后面车上还有女眷，麻烦安排一处地方。蔡叔，不必，我看一看。这村子看着不怎么样啊，要是实在不成，我回镇子上就是。七宝珠下了车，也不理其他人，只和丫头朝着村里走去。也罢，本官行了一路，有些乏了，先到住处吧。在祠堂附近新起的房舍格外显眼，一看就知是近来新盖的房子。有劳了，蔡大人，乡下没啥好东西，可能要委屈大人些时日了。无妨，女眷到镇子上即可。我那几个随从只留2个身边伺候，另外2个去照看女眷。陈正安可算是松了口气，要是只有2个随从，那谁家都能腾出一间房子来了。哎呀，什么鬼地方啊！小姐，表少爷怎么会在这里啊？还不是那些混蛋欺负表哥，不然表哥怎么会被罚来这里？也不知道表哥吃了多少苦。小姐，那边有个亭子，我们过去吧。逛了大半个村子，可算是能有个歇脚的地方了。陈乔乔和翠花还有几个小的正在亭子里乘凉，齐大爷悠闲地趴在陈乔乔的脚边，一如既往地吃着过往的蚊子。你们几个把地方让出来，我们小姐要坐一下，把里面收拾干净一些。你们是谁啊？凭啥让给你们？就是你们去别处。哪里来的不懂事的丫头，滚到一边去！他们同志家的小姐竟然被一个要饭花子一样的死丫头怠慢至此。爷！翠花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小丫怎么样？肚子疼？你们是谁啊？怎么这么不讲理？哪来的野狗？是没挨过打吗？陈乔乔打完一巴掌，赶忙把手缩回到了袖子里。你放肆！怎么着？不是狗先动的手？翠花没想到陈乔乔直接动了手，赶忙去查看小丫的肚子，肚子上有明显的淤青。小丫别怕，我这就去喊咱娘。你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王母娘娘下凡了，还是哪个山里的臭老鼠成精了，来这儿耀武扬威？你，小姐，这些乡巴佬就是乡巴佬，打了你们怎么了？春红，给银子。真是白瞎这张脸了。拿了银子赶紧滚，这亭子我们用了。一块银子被那小丫鬟嫌弃地扔到了陈乔乔脚边。亭子50两，打人20两，拿这点钱打发要饭花子？一个破亭子做下来竟然要100两，这亭子又不是你们家的，凭什么？不好意思，这亭子就是我们家的。谁？哪个小贱人？骚蹄子欺负俺闺女儿！张大平手里拿着扫帚，就像一阵黑风似的来到了几人面前。你个天打五雷劈的东西，哪来的骚货，穿得跟那狐狸精似的，竟敢踢俺小闺女儿！俺今天不教训你，你还真以为俺们陈家村里人好欺负呢？你们找死呀！春红，跑吧！大平婶，把人拉住了，他们打了人可没赔偿呢。张大平一听这话，人也打得差不多了，扫帚一扔，扯着春红的头发就不撒手。你先松手！多少银子我们给。陈乔乔在后面伸出了5根手指。张大平没想到陈乔乔这么狠，一咬牙，5两银子，1分不能少。我的婶子，50两啊！对，50两，1分不能少。七宝珠心里把陈乔乔和陈家村的人都给恨死了，他赶忙示意春红掏出50两银子，一把塞到了张大平手里。这该死的鸡！只见鸡大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季宝珠身边，一泡屎都拉到了季宝珠的鞋子上。人群里有人笑了出来，接着不少人都忍不住了。没有
的东西，还不赶紧过来把鞋子给我！春红憋屈的不行，还是把自己的鞋换给了季宝珠。主仆2个灰溜溜的走了。蔡翔目光呆滞的看着眼前的主仆2人。蔡大人，这陈家村的都是刁民，赶紧抓起来下了狱！蔡大人，这陈家村的人实在是不像话，还望大人给我主仆2人做主。季小姐，这里是否有什么误会啊？陈家村的人大多朴实，没见过贵人，冲撞1、2也是难免的。蔡大人，您看看我这个样子，这是冲撞吗？这群刁民这是要杀人呢！季小姐家的奴才真是好教养啊，本大人说话竟也插得了嘴。蔡翔脸上笑意未减，眼里却没有了刚才的平和。贱人，下去！春红这才自觉失言，慌忙退下了。来人，去找村民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事儿，惹得季小姐不快。若真是刁民，本官必定严惩。说这话的时候，蔡翔盯着季宝珠，没有错过他脸上的一丝慌乱。不必了，蔡大人，也是我管教下人有失，这次就算了。这陈家村实在是不习惯，我们主仆2人到镇子上去了。送走了这对主仆，蔡翔还是找人去问了事情的经过。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官眷仆人竟嚣张至此，还踢伤人家幼童，蛮横无理的霸占人家的亭子。那个刁蛮女人是你的表妹，虽是表妹，却不相熟，没见过几面呢。丑话说在前头，你表妹就你表妹，惹了我可不惯着。只管教训就是，有我给你兜着呢。这还像句人话？他从京城来，向来刁蛮惯了，要是这不好，你就跑。顾玄之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从腰间解下他一直佩戴的玉佩。这个你拿着，对付地痞流氓不一定有用，对付京城来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分量的。陈巧巧如获至宝，左看右看，小心翼翼地放到荷包里。陈巧巧的心里乐开了花，这也算是保命符了。第2日，陈家村被山上的鸟叫声从熟睡中唤醒。这李老太一早上起来也不知道作的什么妖，非说梦到了陈小妮被欺负，一大早就要死要活的，非得让陈老二借了村里的牛车，一大早上的就要到李家村里去。陈老二奈何不了自己的老娘，只得答应了。李老太又觉得得人多才有声势，这不，陈老二一家成了上好的壮丁。俺的小妮呀，娘来了！哎呦喂，俺这苦命的闺女也不知道啥样子了。老二啊，这车怎么这么慢呢？哎呦，俺的心肝儿哟！娘，这是牛车，这个速度不慢了。这牛可是咱们借的，用坏了是要赔钱的。贱人，哪里轮得到你插嘴呀？俺和俺儿子说话呢。娘，鸭蛋说的也没错，这牛车确实是快不了了。您别着急，快到了，不远了。你们就是存心的，就是见不得俺好。李庆年又去了县城读书，李家所有人没有一个看得上陈小妮的。陈小妮每天吃的最坏，干的最多，之前的事儿更是让她看见个男人就怕得要死。丧门星的东西就知道吃，你们陈家把你教的狗都不如。娘，别说了，小妮金贵着呢，这饭菜啊她都不爱吃，也不知道他们陈家吃什么大鱼大肉。不吃就喂狗，这小贱人差点没害死你男人和你们爹，连畜生都不如。陈小妮儿一边剁着猪草，一边听婆婆和二嫂的咒骂。那饭菜都馊了，没吃2口就吐的胆汁都出来了。这些咒骂正好被刚踏入李家的李老太几人听了个满满当当。真是好大的威风，做你们李家的儿媳竟连条狗都不如。这以后啊，李家村可是不能嫁。谁呀？大早上的自家管儿媳干你们屁事啊！李佳慧彪悍得很，掐着腰就要开骂，却一下子就看到了捂着心口要杀人一样的李老太。哎呦，这不是娘，弟妹娘家来人了，这怎么也不说一声呀？小妮呀，赶紧起来了，你娘来了，快回去换身衣裳。娘，我娘来了，我娘。小妮儿痴痴傻傻的站在那里也不动。李刘是着急的拉着人就要推回他的屋子里去，这样子怎么见人？住手！你这个天打雷劈的老钱婆，再敢动俺闺女一下，俺剁了你的爪子！这亲家母啊，你看这不是您来了，我这想着让小妮赶紧换身衣服，
这么一大早干活了，穿成这样。李老太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黑黑瘦瘦、瑟缩地躲在后面的女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儿陈小妮儿。小妮啊，小妮啊，这是内疚呢，害得自己公爹和二哥挨了板子，能吃下饭呀，那就怪了。鸭蛋儿，给俺按住了！俺今儿要是不打得他门牙掉下来，俺就不回陈家村。李老太一把扯过李佳慧的头发，大嘴巴跟着就呼到了李佳慧的脸上。小姑，小姑，王鸭蛋也看不上陈小妮儿，可她毕竟嫁到了老陈家，陈小妮儿被欺负成了这样，她心里也气得不行。丧尽天良的东西，欺负俺闺女，真是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了！哎呀，亲家母呀，这人要打死了，快松手！李家村不少人被这边的动静给吸引了过来，大门外围了不少的人。都别看热闹了呀，这陈家村的人来欺负人了，赶紧帮忙呀！李老太生猛得很，3、4个妇人都拉不开，还一人挨了好几下。哎呦，这老太太消消气吧，有话好好说。好说个屁呀！俺好好个闺女，给俺霍霍成这样，俺恨不得一把火点了你们家，大不了啊，谁也别活了。张青青一大早吃了饭就出门去别人家说话去了，没想着屁大的功夫，家门口竟围了这么多的人，一冲进来就看到了变成猪头的二弟妹，她心里竟还有那么几分幸灾乐祸。再一看被气得坐到地上的婆婆，破口大骂的李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转头就去找李长海和李老大、李老二了。李长海找人给县城的李庆年送了个口信，正满头大汗的往家里赶。他是真没想到陈家有这狗屎运，陈家村竟然还有朝廷的人来查药草的事。李庆年要是能露个脸，那以后的仕途还用说吗？他着急回家，是赶紧和老婆子说一声，这陈小妮教训的也差不多了，正是用他的时候，怎么也不能像前几天似的了。爹呀，家里出事儿了！哎呦，快，老三媳妇儿家里来人了！等众人来到李家，李老太已经带着陈小妮回屋子里去了。王鸭蛋也不管那个，到灶台摸了几个鸡蛋，正给陈小妮做吃的。李家几人都缩在堂屋里不敢出来。陈小妮她娘实在是太彪悍了，谁碰谁死呀！李佳慧被拖回了房里，早就晕死的不动了。娘，俺没事，没欺负俺都是自愿的。陈小妮语无伦次的解释：“俺不饿，俺吃饭了，吃的可多了。俺婆婆可好了，嫂子也好，都好。”李老太心疼的直抹眼泪，她好好的一个闺女都成什么样子了？李长海一进门，李刘氏可算是有了主心骨。哎呦，死长海呀，你死哪里去了？家里都被人家给掀了，你还出去？哎呦，不能活了！老二媳妇儿让人打死了，你个没本事的，给儿子找的这是什么人家呀？赶紧让老大老二都回家，告诉他们陈家现在不比从前，都给我清醒着点，以后你们也给我长点心，别一天四六不懂的。张青青一脸懵，听的是云里雾里的，这公爹到底是啥意思呀？是让他们和陈家人交好还是不好呢？哭什么哭？亲家母来了也不知道做些饭菜，让人家知道了，以为我们李家没有礼数呢。老大媳妇儿，你顺路去屠户家割些肉回来，回头把家里那鸡也杀了。亲家母好不容易来一趟，可不能怠慢了，还愣着干什么？老二媳妇儿不着调得罪了亲家母，长辈的教训他打几下怎么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完这些，李长海好似才看到陈老二一样。哎呦，老二啊，村里事太忙了，家里这就顾不得了，你们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这可太慢了。快，和我进去喝杯茶，说说你们村里怎么样了，你爹身体可还成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况且李长海一进门就完全站在了他们陈家这头，陈老二再板着脸就不合适了。
2个孩子一路也累了，一会儿去给2个孩子煮点鸡蛋垫垫肚子。这2个孩子长得真是壮实啊！到咱们这儿就是到了自己家，千万不要和李爷爷客气。屋子里的李老太把屋头外面李长海的话听得真真切切。陈老太冷哼了一声，李长海还算是个人，不然他不介意直接连李长海也打上一顿。小妮呀，你咋成这样啦？娘，俺挺好的，是俺做错了事，没什么的，没事。李老太心里虽然还是痛，可这女儿毕竟也嫁出去了，况且婆婆管教儿媳自来也是天经地义的。李长海的态度又放得正，他要是再闹下去，怕是等他走了，陈小妮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晌午，李家置办了一桌的好菜好饭，光猪肉就买了3斤，炖了一只下蛋的母鸡，另外还煮了20来个鸡蛋，这在农户人家就是不错的饭菜了。李刘氏被李长海私下说了一堆的话，如今态度也放低了一些，一口一个对不住亲家母的，还要回头教训老二媳妇，给足了老陈家面子。都是自家人，甭客气，吃都吃。李老太早就饿了，现在她也不客气，给自己和陈小妮加了不少的肉，啥也不管，就是吃。陈小妮儿多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了，她心里都想哭。每天残羹剩饭，她也是人，怎么受得了呢？陈乔乔这几天不断的研究改善炸鸡的口感，反复调配，总算是调出了最接近她上辈子吃的炸鸡味道。除了研究方子，就是配合蔡翔把之前药草的事情再复述一下。蔡翔亲自去山里找了药草，又到附近各村查看了庄稼的情况。之前顾玄之提前给了预警，各村养了不少的鸡鸭，据说也在蝗灾里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些都需要详细的数据，还要实地走访，细枝末节，繁杂异常，估计没有半个月，蔡翔都回不去。镇子里，一个干瘦的小混混正嘻嘻笑着和面前仙女一样的女子说着话。那干瘦的少年小混混一边笑一边把知道的关于陈乔乔的事都说得仔仔细细。没想到这个村姑还有点狗屎运。季宝珠脸色不太好，没想到顾玄之竟还认识这个小贱人。他都来了1天了，连顾玄之的影子都没看到。小姐，该说的俺可都说了，这银子……春红嫌弃地翻了个白眼，从荷包里掏出块碎银子，朝着那混混扔了过去。怎么样，春红？你这个不长脑子的，凡事学学你主子，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有了这陈乔乔的消息，对付他还不是小菜一碟。春红也是不住地夸季宝珠冰雪聪明，知道找人先问问。这陈乔乔也是能耐，竟然弄了个养鸡场，那治理黄铜的药草竟然也是他找到的。怎么样，瘦猴？那2个人看着就好骗，弄到银子没？老大，你也不看看我瘦猴是谁？这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不过老大，咱们好像还得去趟陈家村。怎么要去陈家村？有好吃的没？晚上，陈乔乔果然就知道了镇子上的事情。一旁的顾玄之一脸的一言难尽。我可没空搭理他们。瘦猴，这事干得漂亮，我刚做了吃的，奖励给你们。有酒没？吃的管够，酒要喝自己打去。乔梅端出了炸鸡，几人瞬间被那金黄的炸鸡给吸引住了。瘦猴，快去打酒，今儿必须喝。要去一起去，我可不放心你们几个，等老子回来了，骨头都剩不下。陈乔乔又让大哥去割了些肉，炒了个蘑菇，拌了个凉菜。狗牙子几人天天混吃混喝，也难得吃到这么好的东西，所有人肚子吃得溜圆。想想该说的可都告诉你了，你可得提防点，那2个一看就不像好人。李老太等人去的时候一肚子气，回来的时候还算满意。李长海不但安排了丰盛的饭菜，回来的时候给他们拿了猪肉和鸡蛋，1只老母鸡，这不年不节的可算是大礼了。走的时候，李长海再三保证肯定会善待陈小妮儿，之前的事情一定不会再发生了。陈乔乔随顾玄之谢念去了山里，至于蔡翔那里，村正和陈乔生就足够了。他这次上山还是为了水的事，这井水供人喝是够了，可地里的庄稼都缺水缺得不像样子。为了尽快找水源，陈乔乔只能选择在山里多停留几日。一开始，陈乔良和乔生还有2个小的都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幺妹，
他眼里恐惧的不行。那山他是知道的，一到夜里就黑得吓人，周围更是各种声音都有。姐，不要去，我少喝水不行吗？求求你了。是啊，姐，我多做荷包赚钱，你别去了。村里大家伙种了这么多的庄稼，就要旱死了。要是没有水源，怕是人也要出问题的。这次进山，姐姐不是一个人，谢念姐姐武功你们是知道的，打老虎都不成问题，况且还有其他人。大哥，乔生，我不在的时候要照顾好妹妹们，不要说什么你们也一起去的话。乔生，你最重要的是读书，大哥是保护好我们家。本来确实想这么说的陈乔良和乔生都被陈乔乔把话堵了回去。之后陈乔乔更是用一整晚的时间向几个人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出事。顾玄之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山里陈乔乔发现山洞的地方。之前陈乔乔掉下的那个山洞已经查探到了那些人的一些踪迹。一连几日的探查，顾玄之越发的小心谨慎。可沿途走了100米，那洞一分为3，每次探查都能发现一些防止敌人入侵的小陷阱。这些陷阱倒不至于给入侵之人造成多大的伤害。10几日下来，3个山洞已探查了2个，最后都是通往一些普通的地方，并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几人一路上山，走的都是小路。顾玄之和暗处的人去探查第3处洞穴，谢念则跟着陈乔乔往更深处去。一起来的除了人，还有一只昂首阔步的大公鸡。这货一大早就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等在了山脚下。陈乔乔怎么赶都赶不走。这可是你要跟着的，正好，真要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也算是免费了。鸡大爷抗议地跑到陈乔乔身边，这才敢冲着顾玄之叫唤几声。只是这天实在是太早了，一路走了2个多时辰，陈乔乔连一处小水洼都没找到。念念，我们继续往那边去，这山都爬了那么远了，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成，只要你想继续。陈乔乔就喜欢谢念这股劲儿，要是能把谢念留自己身边就好了。又走了差不多1个时辰，碰到了几处水洼，可那些水也就够附近的动物解渴。2个人靠着一棵估计有着100年的大树休息。谢念用匕首在树上做着记号，陈乔乔皱着眉，双眼紧闭。夜色一点点笼罩了大山，谢念已经选了一处供几人休息的山洞。2个人在跳动的火光下都没有说话，静静等着探查了一天的顾玄之。夜越来越浓，陈乔乔的脑子里闪过了10几种顾玄之遇险的小故事。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你抓紧时间去接应下他们。这里有篝火，简单的自保我没有问题，你给我留一把匕首就行。谢念有些犹豫，他的任务就是保护陈乔乔的安危。如果你不去接应，我就一个人跑出去找，那样更危险。乔乔，不要怕，最多半个时辰，找不找得到我都回来。把匕首塞给陈乔乔，谢念再不做停留，一个闪身出了山洞。陈乔乔握紧匕首，往篝火旁靠了靠，尽量不去听外面的山风呼啸。鸡大爷过来，教你点新东西。一人一鸡对着篝火，那小小的影子背着3字经。谢念只1刻钟就遇到了赶过来的顾玄之等人。谢念，陈乔乔人呢？少主放心，乔乔没事，是乔乔姑娘担心您的安危，要出来找，属下才……顾玄之什么都没说，只让他带路去山洞的方向。到了洞口，还没有进去，就有清脆的声音传出来，是一个小小的女子对着篝火一字一句地背着3字经的声音。顾玄之心里是软得一塌糊涂，这样小小的一个丫头怎会不怕？他瞪了谢念一眼，谢念也有些愧疚地低下了头。怎么样，有线索吗？顾玄之摇了摇头，把山洞的事情和陈乔乔都说了。探查了一天，都有些累了，没多久就睡了过去。除了2个轮班守夜的人还在篝火旁有一句没一句的扯着闲话。第2日，陈乔乔和谢念要到更深处去，顾玄之想留下一个暗卫，却被陈乔乔非常认真地拒绝了。顾玄之，哪怕没有你，没有谢念，我也是要来这山里的。如果我拖累了你，那我不如一人来。最后顾玄之只得带着所有暗卫离开了。晌午时分，谢念和陈乔乔靠在一起。陈乔乔，你这个
你这个丫头，你真能折腾！这水源哪是那么好找的？你还说我没有我，你不一样要进这山里来？服了你了，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两个人就这样靠着，谁也不想动。滴答滴答，陈乔乔睡得迷迷糊糊的，仿佛听到了水滴的声音。念念，别睡了，我怎么听到有水声？谢念揉了揉眼睛，靠着地上听了半天。那边，顺着谢念指的方向，陈乔乔也不顾路上的树枝，径直朝着那处低洼的一处爬了过去。水滴的声音越来越大，走了大概几十米，两人总算是看到那滴答声音的由来，竟是一棵树。七大爷正用嘴啄开那树干，树干被啄出了个洞，那洞口滴滴答答地冒出不少水来。陈乔乔好奇地靠近了大树，把手里的匕首对着那树干流水的地方就扎了进去，奈何力气太小，那洞口竟没什么变化。谢念姐姐，您就这么看着吗？谢念耸了耸肩，走上前一拳下去，那树洞应声而裂，竟然有水流从大树里面流出来。好，谢念，再用力些，这树底下有水。谢念一听有水，也来了精神，几脚下去，那树干应声裂开，而这空心的树洞里竟是一汪清泉。陈乔乔把手伸到水里，这水冰冰凉凉的，并不是死水，这是活水，这树底下应该是有水源。谢念更有经验一些，拿了匕首在枯树旁边的地上用力地挖起了深坑，挖了半米多的深坑，两人一击，大眼瞪小眼地等着奇迹的诞生。快看，有水了！果然，那挖的坑里底部一点点变得湿润。陈乔乔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用清泉洗了脸和手，又开始研究怎么将这泉水引到陈家村。谢念这才意识到，找水源比起引水下山，怕是找水源更容易一些。傻谢念，你以为咱们是弄个竹子，一路把这里的水引到陈家村，那要猴年马月？谢念一脸的疑惑，难道不是这样？自然不是，这既然有水，这水肯定是从某处流向另一处的。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这水在地下的流向，找到离陈家村最近的地方挖开引水。谢念觉得这想法有些天马行空，水在地下流，他们在地上，又怎么晓得水流到哪里呢？先不说这个了，你发个信号给你们少主，也好叫他知道我们的位置。齐大爷，你又不是啄木鸟，别啄了啊！谢念，你看这树上怎么刻的东西，像不像你做的那个记号？顺着陈乔乔指着的大树，他也看到了。谢念捂着心口，还好信号没有发出去，这要是附近有那些人活动的踪迹，信号一发，怕是要打草惊蛇了。这记号看着不像太久了，也就月余。乔乔，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先回去和少主他们会合吧。两个人恢复了下地形，尽量让人看不出有人来的迹象，这才沿着来时的路，抱着立功的鸡大爷往回走。夜色降临，谢念把抓的野兔子收拾好了，扔给陈乔乔。陈乔乔只能照葫芦画瓢的烤着肉。鸡大爷一看有肉，也来了精神，在陈乔乔面前走个不停。陈乔乔只得先弄了点肉给这货填饱肚子。鸡大爷，没准你这次立功了，快吃吧，这兔子肉好吃着呢。居然有肉！几个暗卫拖着疲惫的身子刚走进来，就闻到了肉味儿。怎么样，今日可有收获？几个暗卫一听这话，一下子肩膀塌了下去。少主呢？我这里有事要汇报。少主洗果子去了。洗果子？一炷香的时间，顾玄之捧着手里干净的果子，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陈乔乔睡觉的干草旁。少主有要事，去那边说。什么样的记号？你画下来。不是旧的，月余，所有人休息，留2人守夜。明日我亲自去看看。他们一路走来，还真忽略了身边的树木，而且那记号的位置也就到人腰间。要不是陈乔乔碰巧看到了，他们怕是真不会特意弯腰去看树上的记号。陈乔乔醒来就看到旁边红透的果子，忍不住拿起来咬了一口，果汁甘甜，和现在的李子很像，因为是野生的，偏酸一些。少主昨个特意带回来的呢，我可是一个都没吃。谢念说话的时候，眼睛就没有离开过那些果子。好，谢念，来，
我们一起吃。找到了水源，陈乔乔也轻松了不少。看了那处记号，顾玄之立马让大家散开，仔细探查是否有其他记号。果然，正东方20米处又一棵树上也有同样的记号。所有人沿着记号方向快速搜寻，争取天黑前找到新的线索。随着越来越多的记号被发现，顾玄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次是真的近了。望着那远方连绵不断的山脉，怕是藏兵百万也是能够的。藏此数十年，这些反贼的耐心真是恨得人牙痒痒。小美，我想姐姐，咱们多做一些事，就不会想了。等二姐回来，看到猪肥了，肯定高兴，对不对？你说的对，我还要好好练武功，等我能打过千年姐姐，下次二姐就带我去了。哎呦，笑死了人了！山里的水108000里呢，等他找到水，黄花菜都凉了。要我说呀，人家都是太闲了，家里的活都不用做，才想一出是一出呢。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找了个药草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了。呸！长舌妇，背后说人，那药草你们有本事当初就别用。再说这话，我告诉村正去。就是不要脸，你们就是嫉妒。有能耐，你们也去找个药草试试。不是蠢出屎的东西，能想着到大山里找水？怎么找到了用桶往下抬吗？等你那一桶水抬下来，怕不是太阳都落山了。另外几个妇人悻悻的不说话。刘老太太滚刀肉不怕事儿，他们几个可不敢。哎，算了算了，走吧，跟几个小丫头计较什么？咱们看着就是了。就是，那水是这么找到的吗？异想天开。谁都没有注意到远处的陈正安一行人。陈正安有些尴尬地看着一身庄稼汉打扮的蔡翔。这陈姑娘还真是不同于常人呢，怪不得能找到草药，这份毅力老夫佩服啊。他来这陈家村7、8天了，关于药草的事情已经了解的七七八八了。窝在山洞里，陈乔乔比比划划着研究着水的走势。水源是找到了，要能用才成。他的想法就是找到这水的走向，然后找到离陈家村最近的点，向下打上一口井。另外一面，顾玄之只带了一个暗卫，总算是摸索到了那处禁地。这是距离陈乔乔他们山洞还要走上2天的大山深处。其他暗卫已经分散到4处去探查对方的布防情况。虽然10年间也有迷路的猎人到了这处，而且一经发现都抓到了营地，成为劳动力。那些随意攀谈的哨兵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夜晚会有2个人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摸了进去。一处巨大的盆地，山石之间隐隐冒着火光，像无数个萤火虫把这山谷照的是若隐若现。偶尔还能传来一些低沉的吼叫声，似是有什么人正在受着虐待。陈乔乔也没有闲着，他和谢念把枯树周围都挖开了。半个时辰后，枯树的一侧率先冒出水来。陈乔乔这是在研究这水的流向。鸡大爷似有所获一样，对着这周围的地巡视了好几周，然后就会撅着屁股，把耳朵靠在地上听声音。听了一会儿后，鸡大爷就会喔喔地冲着陈乔乔叫。陈乔乔心领神会地带着人去那处挖了个1米左右的深坑，竟真的有水。等顾玄之带着暗卫回来，几个人已经在鸡大爷的带领下把这水的流向摸了个清楚。回去的路上，因着鸡大爷一路要听着水的流向，众人只能跟着一只鸡。到后来水位是越来越难找，只能让人挖了深坑，鸡大爷跳到坑里才能探查出水的流向。又过了3天，终于看到了农田。这农田是陈家村的，旁边另外一侧的田就是王家沟的了。顾玄之让暗卫们从另外一侧走，不要被人发现。小两哥，栓子他们去地里抓蛤蟆，好像看到了乔乔姐他们。啥？二妹回来了！乔生、乔梅，快出来！乔乔回来了，回来了！张大平和翠花也赶忙从自家屋子里出来。娘，这下子你可放心了吧？这孩子才多大，就去那大山里？要是有娘在，是万不可能让他去的。村里不少人都得兴过来看热闹，大部分人的眼里都有担心和探究，也有少数人眼里是幸灾乐祸。陈乔乔只当没看到。二姐，
陈家兄妹几个看到陈乔乔，立马都围了上来，拉着人看有没有受伤。陈乔乔只歪着头站在那里，任由几个人看。哎呀，乔乔啊，你这孩子胆子就是大。蔡大人这几天问了好几次，也担心你呢。有劳蔡大人挂念了，乡下孩子这不算什么的。好啊，要是我大唐多一些乔乔姑娘这样的女子，怕是男子们都要羞愧难当了。陈乔乔赶忙假装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乔乔啊，这山里怎么样？找到水没？哎呦，真是担心死人了。其他人也竖起耳朵听。现在村里的几口井已经不怎么出水了，每日每家每户的用水都限定到了2桶。水的事情回去再说吧，这事还要再看看。这里人多口杂，那处位置距离王家沟又近，有了上次陈小妮的事，陈乔乔也长了记性。没事，水源哪是说找到就能找到的，赶紧先回去，婶子给你做点好吃的。张大平以为陈乔乔是没找到水源，你婶子说的没错，先回吧。这水的事儿啊，是村里的事，怎么能想到办法的？俺就说吧，瞎折腾。嗨，小孩子嘛，找个药草就以为自己啥都行了。顾玄之冲着那窃窃私语的方向一个眼神过去，说话的2个妇人就感觉背后一凉，好似刚刚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夜里，顾玄之看着眼前的3人，最后还是选中了谢报国。进山只带猎户该带的东西，进去那里之后，等待我们的人接头即可。但凭少主吩咐，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牺牲。顾玄之说这话的时候，虽面上无甚变化，心里却是波澜横起的。谢勇坐在一旁擦着手里的刀，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他在微微颤抖。大哥一定要保重，时机到了我们去接你回来。少主，小人保证完成这次任务，斗胆求个恩典。顾玄之示意他有什么话就说。小人自知一家人的命都是要献给大康的，只是还是难免有些贪念。小人这次任务要是完成的好，只希望小妹以后能跟在陈姑娘身边。大哥，这是他们父子3人早就商量好的，要用这次的功劳换谢念一个平凡的未来。我应下你了，如果这次任务圆满，你我皆还在，顾某自当为你们谢家谋划一番。过了几日，谢报国就随着村里的猎户一起进了山，在山里转悠了几日。那屠户浑身都是伤，据说是滚下了一处山坡，腰间还挂着一些野鸡、兔子，到村口就晕死过去了。谢家人日日等那屠户醒来打探谢报国，焦急得不得了。那屠户2日后才醒来，只说2个人都摔到了山坡下，他醒来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谢报国的影子，这才一个人回了村。谢念听到后当场晕死过去，谢安国疯了一样去大山里找了3天，最后也只拖着疲惫的身子一个人回来了。村里人也觉得谢家真是可怜，就这样白白失了个儿子。陈乔乔这里也终于是找到了机会，把水源的事情和陈正安和蔡祥说了。陈姑娘可否把找着水源的过程详细说说？北方各省缺水严重，陈姑娘这法子不知道在别处可行得通了。陈乔乔心里思索了一番，他这一路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诡异的地方，也就大大方方的把整个过程都说了。再说到最后是姬大爷帮着找到水流大致方位的，蔡祥才有些动容。好，最近俺这头发都抽得白了，还想着再找大师算算挖2口井呢。乔乔啊，你可真是咱们陈家村的福气呀！顺生，赶紧叫人，咱们去挖井。不可！陈乔乔和蔡祥连忙出声阻止。陈正安有些不解地看着2人。大灾之年，因抢水抢粮闹出人命的事儿可不少。况且乔乔姑娘刚才也说这水源大概在3处位置，本官对水利多少有些见解，不妨让本官前去探查一番。
到府衙报备好再动工。一想到这些，陈正安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水就在2个村交界的地方，真闹起来要出了人命，要他如何是好？大人说的正是小老二着急了，正是这个理，还要麻烦大人走一趟。陈乔乔要说的也是这些。这个蔡大人看来还真是个不错的好官，难怪皇帝会派他前来。一封奏折连夜写成，不到天亮就有小厮快马加鞭送了出去。第二日，蔡祥难得穿了官服，就让小厮驾车随他去了县城。在这地界行事，怎么都绕不开当地的官员。不到半日，自府衙跑出一道身影，袖子里装着厚厚的一沓信件，手里的信是要快马送到各个州府的。过了2日，一纸告示在北方各省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朝廷征集山野猎人到大山深处寻找水源，寻水之法朝廷提供，另有山探查的狗也一并征用。寻得一处水源，奖银5两，水源可用，另赏银30两。这寻水之法由陈乔乔口述，陈乔生执笔，司农监剑手蔡祥监督修改而成。一时之间，竟真有不少猎人前来报名，有的还牵着自家从小进山打猎的狗。如今知县老爷不知要做什么，但对他们来说，能拿银子就是好事儿。王家沟蔡大山家里，几个不速之客让穷的狗都不拉屎的蔡家一下子变成了王家沟的焦点。小姐，这蔡大山家里越穷越脏，岂不是越好？那小贱人就应该嫁到这样的人家来受折磨，好叫他知道得罪小姐的下场。这话季宝珠认同的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个陈乔乔还有些本事，能让顾玄之几次为他出头，这样的人是留不得了。蔡大山擦了擦嘴，让王大梅赶忙去倒点水来。春红连忙挥手说不必了。蔡大山一家人衣裳更是不知道多久没洗了，稍一靠近都是一股恶心人的味道。听说你们是陈家村陈乔乔的姨父？是，小的蔡大山，这是俺媳妇王大梅，俺们是他们家的亲戚。你们家大儿子同那陈乔乔有婚约？是，俺儿子小时啊，俺同俺那妹夫定下的。哪个是你大儿子？叫进来。傻站着干啥呢？把大铁叫进来。蔡大山推了一把，王大梅才反应过来。俺这就去。大铁呀，进来。娘，那贵人要见俺这要干啥呀？贵人，这就是俺大儿子大铁，就是他和俺妹夫家的二丫头定了亲事，这可是俺和他爹说好的，还有凭证呢。春红满脸嫌弃地打量着蔡大铁。蔡大铁一身衣裳都是补丁，头发不知道多久没洗了，乱糟糟的盘在脑袋后面，咧着嘴一笑，满口的黄牙。小姐，季宝珠也满意的点了点头。把那证物拿出来吧，这么一桩好婚事，我们小姐自然是要成全的。神仙呐，这可感情好。那陈家明显是不打算让俺们这门亲戚了，这婚书的事儿更是提都不提了。大铁大娘啊，赶紧把那东西拿出来。王大梅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赶紧到里屋翻箱倒柜的找，结果夫妻2个垂头丧气的出来了。这就是那婚书，还是当时找族里识字的长辈写的。就看那张纸不知道怎么放的，上面全是灰尘，边角还被老鼠啃得乱糟糟的。你们这婚书就这么保存的？都是这个婆娘，老子就是惯着你了，婚书都不好好放，等人走了，看俺怎么收拾你。当家的，俺错了，俺哪知道这柜子里有老鼠。好在大概的东西都还在，该有的字都有。哎，行了，这婚书可得放好，别再弄破了，之后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听着就是。说完这些，春红嫌弃地掏出5两银子。我们小姐心善，最见不得人受苦。你们儿子要是能娶得美娇娘，还有大把的赏银等着呢，你们可要上点心才好。那是多少啊？哎，这俺们也得准备东西啊，这个样子怎么娶媳妇儿啊？这老蔡家过到这个份上真是活该，一家这么多大活人，连娶媳妇儿的钱都没有。春红又掏出来2两银子。再没多的了，只要能娶到那小陈乔乔，我们小姐愿意送你们50两的礼金。贵人放心，
俺们一定去那陈家村，尽快说这门亲事，保证把那小贱人娶回来，天天折磨，让贵人满意。陈家村里，蔡翔和陈乔乔一行人在那处有水脉的地方选了3个打井点。到了这里，陈正安又犯了难。这打井的资金肯定是要村里出的，上次知县老爷赏了他们20两，打口井倒是够了，可这3个点只有1个点有水，要是打3口井，这成本就太高了。大家伙儿应该都知道，前段时间乔乔去山里找水的事儿。这水呀，是找到了，如今呢，这水呢，应该也能给到咱们村里用，但是现在却是有个难题。陈正安皱着眉把情况说了，人群里一下子炸了锅。村正啊，村里也没有多余的钱了，挖井又要钱又要劳动力的，要么算了。是啊，光说那里有水，那地方怎么看都不靠谱啊。是啊，村长，这大山呐，到田里那么远呢，一只鸡有啥用啊？这不是闹着玩吗？陈村长，那就是个小丫头，你可不能啥事都写一个小丫头的吧？没水会死人的，到时候有多少钱又有什么用啊？陈乔乔也没想到，竟然是那个名声不怎么好的马寡妇。陈老二也在人群里，之前也没有注意到马寡妇，现在看到人颇有些尴尬，僵硬的把头转到了一边。你一个寡妇懂个屁，你愿意挖你就去，俺老婆子可不掺和。陈正安来之前，陈乔乔给了陈正安意见，这口井不用村里的钱，村里想用这口井的人捐款打井。干旱年头，水这么金贵，只有让他们出了钱，他们才知道这水的不容易，才会珍惜。一家200文并不多。我信，我出钱，我们家也参与，这钱我们家出。俺们也参与。几户跟着陈乔乔家里卖鸡蛋的人都举了手，他们也不知道那井里到底有没有水，只是这事儿事关陈乔乔，他们想尽一份力。这件事自愿，这口井想参与的人家出200文钱，再出一个劳动力，今天登记好，明日动工。一听到陈正安这话，不少人又犹豫了。那口井靠近农田，要是浇灌农田肯定也方便，可这要是没水，又出钱又出劳动力的，俺们家没劳动力，300文吧。马寡妇也不等人同意，放下300文，转身就走了。其他刚才要参与的人也陆陆续续的拿了钱。陈老二回了家，把事儿和陈老汉一说，陈老汉也觉得这钱该拿。钱，就知道要钱，老三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你们还惦记着这点钱呢？那小贱人胡诌八扯的话，你们也能信？别说200文了，1文钱都没有。陈老汉气得说不出话来。陈老二也不说话了，他回屋找王鸭蛋要了200文的私房钱。这次哪怕不成，他也就当这个做二叔的支持陈乔乔了。最后总共40多家参与了打井。第二是陈正安请来了打井的人，陈乔乔已经选好了要打的那口井，能不能成就看今日了。陈家村里，陈老汉有些反应不过来，李庆年竟然带着陈小妮回娘家了。爹娘，小婿之前在县城读书，不知道小妮受了委屈，这次回来听说了这事儿，已经和家里人说了，要是再发生之前的事儿，我就带小妮出去担过，绝对不让小妮受半丝的委屈。希望你记住你今日的话，要是再有之前的事儿，别怪我老太太做的绝。好啦，孩子们知道错了，只要小妮儿好，我们就没啥好说的。王鸭蛋坐在一旁翻了个白眼，这个李庆年看着也不像个好东西，这突然来他们家串门，也不知道是图啥。看到的那些东西，不知道的以为是又要娶个媳妇儿呢。李庆年带来了4匹布，还有50个鸡蛋，2袋粮食，这可算得上是重礼了。爹娘，只有2匹布和1袋粮食是我公爹要赔给陈乔乔的，说是之前的事有误会。小婿回到家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岔子，我是读书人，最是见不得这些，虽是自家的事儿，也要说个明白，该赔礼还是要赔礼的。好啊，做错事要勇于担当，才能立起来。李老太太不这么认为，凭啥还给他们赔礼道歉？你们一路过来也累了，回去歇着吧。晌午啊，让你们二嫂做些好吃的，
既然没什么事儿，就多住些日子。回了陈小妮的屋子里，李庆年立马换了一副神情，看陈小妮的眼神里有没有办法伪装的嫌弃。要不是为了前程，他更懒得应付陈小妮这个恶心的女人。陈小妮儿虽不知道李庆年的厌恶从何而来，可她是真的喜欢李庆年。不管李庆年做什么，她都觉得李庆年不容易，心甘情愿的愿意帮助李庆年。甚至哪天李庆年碰到更好的了，她也愿意让出现在的位置，哪怕让她做个丫头都成。听说你侄女在打井，我去帮忙吧。成，让小虎带你去吧。陈小妮说着出了门。小虎，带你姑父去打井那里，看着点你姑父，别让人欺负了去。巧虎有些不适应，回头看了一眼王鸭蛋，王鸭蛋没说话，巧虎才答应了一声。那么大人了，谁能欺负得去？咸吃萝卜淡操心。路上，李庆年摸出2块糖给陈巧虎，陈巧虎更喜欢这个小姑父了。打井师傅已经打下去老身，村里的汉子也都干着各自的活，那些没参与的人家也有不少来看热闹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理，是想看到有水后悔呢，还是没水了就放心自己赌对了呢？李庆年凑到前面，陈家村不少人是认得他的，看到他难免想到李长海偷他们村药草的事情，一时之间竟没几个给他好脸色的。陈巧虎吃了人家的糖，自然得出力了。乔梁哥，瞧瞧，这是咱们姑父想来帮忙打井的。不用了，这里人手够了。陈乔乔一个眼神都没给李庆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李庆年可不管这个，露胳膊挽袖子的就上去帮着抬土。读书人本来就金贵，如今放下了架子，和这些土里刨食的一起干活，倒让这些汉子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蔡翔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出众的年轻人。大家伙别着急啊，这地硬，还要一会儿呢。这里靠近老爷山，地下难免碎石、树根须多一些，打起来有些费力气。哎呀，还好没出钱，这不是白费力气吗？算了，就是这40多户人家，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家有养鸡场呢，至少一家赔1只鸡才说得过去。这不是坑人吗？他们老陈家怎么竟干这坑人的事儿啊？闭嘴吧你们！家里地长粮食了吗？家里孩子吃饱了吗？有这功夫不去干活，在这儿扯老婆舌，叨逼叨的烦不烦呢？还不如那老娘们呢。谢念一出声，周围是立马没人敢说话了。陈乔乔偷偷给谢念竖起了大拇指。别怕，有我在，谁也欺负不了你。这次不成，我再陪你上山，把这老爷山平了，我要给你打口有水的井出来。出水了，出水了！这水好清凉啊！底下传来打井人兴奋的声音。哎呦，老天爷呀，出水了！哎呀，出水了，蔡大人，出水了！蔡翔也激动啊，没想到还真出水了。他刚才也有些灰心，几次都想起来让他们换另一口井试试了。还是再看看吧，挖这么深，有点水不是正常吗？往后几天看看吧，现在乐也太早了。这水看着真不错，清凉得很呐。那打井的老师傅有着多年的经验，那水一冒出来，他就能看出个大概来。看着这水是不少，你们村啊，这可是大福气啊！祭拜祖宗天爷吧，这年头水可是顶金贵的东西啊。那是，春神啊，快去拿钱，几位师傅辛苦了。沈乔乔，你真厉害，我从不曾见过你这样的女子。谢念，你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子。说完，两个人扑哧一声都笑了。李庆年没想到他们竟真的狗屎运能找到水源，他头一次认真的打量陈乔乔。如今的陈乔乔吃得好了，整个人也都有了肉，皮肤肉眼可见的白了不少，坐在那里安安静静，荣辱不惊，倒有几分说不上来的气度。李庆年心里一惊，他爹当真是瞎了眼，既然要娶陈家的，也不一定非得是陈小妮儿。况且陈小妮那个三哥如今都不知道干嘛去了，这大房才是潜力股呀。恭喜陈家村了，有了这么一口井，陈家村的庄稼算是保住了。乔乔真是厉害，要嘉奖才是，我这个做姑父的与有荣焉呐。李庆年找准机会凑到陈正安前面，好话不要钱的往外说：陈村正不辞辛劳亲自来挖井，真是陈家村的福气。
这位大叔眼生得很，难道是陈村正的亲戚？这是京城来的司农监监守蔡大人。这是蔡大人，学生久仰蔡大人大名。蔡大人竟穿着如此朴素，和我们大家伙一起打井，是学生眼拙了。李青年这一番彩虹屁，让陈乔乔属实是佩服的紧。年轻人，好好读书啊！蔡翔不太想搭理他，他还要去请教陈乔乔这打水的事呢。哎呀，小丫头啊，刚才俺可是观察的仔细呢，这下面有好多的树根，还有好多不知道什么的根须，这打井啊都慢了许多呢。陈乔乔印证了心中的猜想，果然这里水源丰富，植物根需要吸水，肯定要朝着有水的地方生长。蔡翔正好听了那老者的话，心里也有了一些答案。本以为找到水源和水脉就可以了，如今看来最难的是这井打在何处。郑安叔，按照之前说的，这口井外面要围起来，平常要有人看守。切，至于吗？拿我们当什么人来着？我们还能偷不成？就是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指不定啊，过2天就没水了呢。回去。陈乔乔无语至极，这明明是他们商量好防隔壁村的，怎么这些人这么玻璃心，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想呢？就是要防你们，要管就快一点，别在这碍眼。一个个的出钱的时候不出钱，出力的时候不出力，现在在这说风凉话，想屁吃呢。之后的几天，这口井不负众望的开始出水了。陈正安激动的一宿没睡觉，第2天就把参与打井的半数人家召集到了村中央开会，成立了2人1组的护井小队。这口井的井水，大家伙每日可以去打水浇农田，每家每户根据情况来，只要把咱们井看住了就成，万不可让王家沟那帮孙子偷了去。村里那些没参与的人家，要说不后悔，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也有那脸皮厚的，为了家里人活命的粮食去找陈正安求情。陈正安思来想去都是村里人，最后只能和陈乔乔商量了下，这些人想用水可以交双倍的钱，而且还要等那些人家用完了，他们才能用。那些人一听这话又不乐意了，一时之间只有10几户人家咬咬牙交了钱，其他家觉得这水肯定不够整个村用的，打算就这么破罐子破摔了。大早上，陈乔乔家里迎来了2波不速之客，一波是京城来的，姓曹，是小九子领来的，另外一波就有些恶心人了，竟然是许久不见的蔡大山、王大梅2口子。俺儿媳妇家呢？俺儿媳妇可不得了，厉害着呢！你们又来干什么？我们家没有你们家这样的亲戚。哎呀，乔梁啊，气什么呀？你妹子早晚是要给俺做媳妇儿的，这都是你们爹和俺爹以前定下来的。谁和你是一家的？你做梦呢吗？你也不看看你这个德行，乔乔才不会嫁给你呢。大哥，跟这种人说话都不够浪费时间的，打出去就好了。姚美和乔美也出来了，嫌弃地看着这一家人。哎呦，不能活了！俺妹子死得早，这一家子孩子都不认账了。明明是俺妹夫妹子非得要和俺们定的亲，这说不认就不认了。俺好好的一个儿子，这些年多少人到家里说亲，俺都给推了，为的啥？还不是为你这个小蹄子！张大平一个眼色，陈柱子就奔着陈正安家里去了。这几个孩子，当初俺们也是看着可怜才答应这门亲事的，如今你们家过起来了，就不认俺们了。你别说了，人家不认，咱们就算了，只要表妹一家过得好就成了。俺蔡大铁不是没皮没脸的人，俺就打一辈子光棍也好，肯定不给表妹添麻烦。哎呦，这刚到陈家村，竟然碰到这样一桩丑事。小姐，快来看，这几个人好可怜呐！春红，扶本小姐去看看，本小姐毕竟也是官宦家眷，真要是遇到不平之事，自然也可以管上一管。春红扶着季宝珠来到了亭子前。哇，精彩精彩！这时间拿捏的真是恰到好处呀。这位小姐，俺们命苦呀，妹子妹夫当初非得跟俺们家定了亲事，
如今人家不认了，这叫俺们如何是好啊？俺们家大铁这些年推了多少好亲事，俺可怜的儿子呀，俺那可怜的妹妹呀，你起来看一眼你生的这4个白眼狼啊！不知你们可有什么凭证？这口头上说，可是不作数的。这个时候，曹大掌柜和那白胖的小胖子也都从谢家出来看热闹了。大山，把那凭证拿出来给大伙儿看看。俺们蔡家是穷，可也不是那弃子小人。要是没有这凭证，俺们说啥也不会上门来碍人家的眼。你们也知道自己碍眼啊，这不是自我认知挺清楚的吗？去年的教训没记住？你这个小贱人！去年他们一家人被陈家村给撵回了王家沟，陈乔乔一说这事儿，他整个人都炸毛了。是谁把这群狗放进来的？给俺打出去！陈乔乔可是他们村的宝，那蔡家是什么猪狗不如的东西？可真是敢想！陈村长，你也不用这样讽刺俺们，俺们有凭证，他陈乔乔就得认。围观的人不少也觉得这事没办法了，村里订娃娃亲的多了去了，人家有凭证，凭啥不认？谁说我不认的？你们是听谁说的？把人叫来我看看。你们不是说人家不认吗？谁说的？找出来对质。是啊，怎么不说话了？这人是来找事的吧？看看他们一家3口，跟要饭的似的。谁家好人家的闺女嫁给他们家呀？人群里，陈乔平、陈乔虎缩着脑袋看了一会儿，一转头回家就把这事儿和陈老二学了。他们蔡家是什么东西，还敢欺负咱们老陈家人？爹，咱们现在就去。那什么娃娃亲，退了就是。陈老汉欣慰地看着这个二儿子，分家了，轮到你们管了，人家指不定就想嫁过去呢。就是二哥，人家的事还是少管吧，别人家以为你是贪人家的东西，咋的？就行你们贪？哼，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还是去看看吧，毕竟都是一家人。李庆年真是厌恶死陈小妮这个蠢货了，多不容易的改善关系的时候，他竟在这拆台。必须说的对，毕竟是一家人嘛。老二，跟爹走，去看看。我也去看看吧，要是有用得上的地方，也出一份力。王鸭蛋表扬乔平、乔虎这次报信报得好，说晌午要给2人煮鸡蛋呢。吃就知道吃，家里有几个鸡蛋，够你们二房这么霍霍的？娘，您这说的什么话呀？吃您闺女肚子里就是好的，吃俺们二房嘴里就是霍霍了。您老这心呐，都偏到肋骨上去了吧？王鸭蛋说完也不搭理他，领着2个孩子去看热闹去了。蔡大山一下子卡住了，他回头去看王大梅，王大梅也愣住了。2人不约而同的去看季宝珠。你们别怕，有什么就说什么，既然他认，那就成亲。既然你认，咱们就成亲。俺们回去就准备，也别说俺们老蔡家亏了你5两银子的彩礼啊！这没想到这蔡家看上去这么穷，竟然能拿出5两银子的彩礼呢。成啊，可我这小年纪嫁过去，什么也干不了呀，怎么也得再过几年啊！你们回去等着吧。你把养鸡场带俺们家去，以后俺不揍你就是了嘛。站在一旁的谢念拳头攥得嘎吱响，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东西。我们陈家姑娘出嫁带什么嫁妆，轮得到你们蔡家指手画脚了？你们这真是好大的一张脸呐！他带着陈老二还有李庆年，后面是王鸭蛋和2个孩子，还有来看好戏的陈小妮儿。大铁，你别说话，这个儿子脑袋抽了吧？养鸡场想要也不能这么要啊！还有，大叔啊，这小孩子乱说的，你们家给什么嫁妆？俺们都认了，俺们就是图乔乔这个人。你们就是图他这个人，他图你们家啥？图你们家穷？图你们家懒？还是你们一家脸比屁股大呀？谁家还没有不好过的时候呢？指不定明年俺们老蔡家也能好起来呢。你们陈家村怎的这么瞧不起人？不是瞧不起人，是瞧不起你们。陈乔乔这才看了一眼这个二婶儿，倒是个有意思的人。少废话，请退了。俺爹不同意，这门亲事作废。陈老二流氓气质一露，推了蔡大山一把。俺不管，你们家说定就定，你们家说抵赖就抵赖。刚才那小贱人自己都认了，我去你妈的！陈老二虽然瘸了腿，可也不是蔡大山能比的。蔡大山摔了个仰倒，
陈老二犹不解气，薅着蔡大山的领子，沙包大的拳头就落了下去。哎呀，这咋整啊？这位小姐，赶紧让你的小厮去救命啊！季宝珠怕这个疯妇再说点什么，赶忙让小厮去帮忙。谢念不动声色地往前迈了一步。那头一个小厮哎呦一声就被绊了个狗吃屎。都干嘛呢？没看这几个小兄弟摔了，快去扶起来，快去！好。村里的几个汉子也反应过来，连拉带拽的把那4个小厮给扶了出去。哎呀，这摔倒可大可小，赶紧找老村医看看吧。咱们陈家村人最厚道了，可不能让小姐的仆人受伤啊！哎呦，扶我们干啥呢？我俩是看热闹的。可惜人群太吵了，他俩是怎么喊都没人搭理。老二，怀里！听自家媳妇儿这么一说，就看到蔡大山的怀里有什么东西。陈老二一把把那被耗子啃了的破婚书给抢了出来。蔡大山红了眼，赶紧喊王大梅来抢。王鸭蛋眼疾手快，一把拽住王大梅。哎呦，姐妹儿，男人打架你干嘛去？小妮，你干嘛去？这个小姑子一刻不消停，指不定要出什么幺蛾子呢。李庆年也去帮忙挡人，回头冷冰冰地看了陈小妮一眼。另一边的蔡大铁想过去，也被陈家村的几个少年给拽住了。蔡大山无助地去抓陈老二的手，周围乱得不成样子。巧虎，接着！陈老二把那纸朝着巧虎的方向扔了过去，谁知道一阵风过，那纸竟然朝着蔡大铁的方向飘了去。蔡大铁激动地咧开了嘴，刚要去够，哎呦我操！哎呦，疼！一只小小的鞋子正正当当地踩在了他那只脏兮兮的爪子上。不好意思啊，表哥，我刚才突然瞎了。突然，远处看戏的鸡大爷噌的一下飞了过来。众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呢，鸡大爷嫌弃地叼起地上的纸就往外面跑。哎呀，哪来的死鸡？薛大山一下子来了力气，推倒了身上的陈老二就去追那鸡。鸡大爷也机灵，扑棱了几次就到了村外边老爷山。等蔡大山赶到的时候，婚书早就不知道被飞哪里去了。一人一鸡又从老爷山追到了亭子。大山，婚书呢？婚书个屁！那死鸡，那该死的畜生，不知道给弄哪里去了。啥？这……春红没想到这两个蠢货竟然被耍成这样，这是给人家添堵呢，还是给人家上开胃菜呢？这回好了，婚书没了，都散了吧。啥就散了？这么多人刚才都看到那婚书了，是你们耍无赖，大家伙可得给俺作证啊！哎，谁要是给俺作证，俺出钱，出20万。人群里有几个人还真心动了。哪个吃里扒外的要赚这个没良心的钱？他说婚书就婚书，你们亲眼看到了，谁知道是写的什么？你们陈家村算什么东西？欺负俺们王家沟的人？算你爹！俺上你是个王八羔子捣乱！老太太一根拐杖抡得蔡大山嗷嗷直跳。俺们陈家村人怎么斗，那是俺们陈家村自己的事儿。今儿谁敢帮着王家沟的损犊子，以后啊就别在陈家村混了，也滚回王家沟吧。大娘说的对，王家沟这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呀？呸！滚吧，不要脸！快滚，回去当心点啊，别掉茅坑里。一旁的春红和季宝珠早就躲得远远的，不搭理这几个蠢货了。哎呀，他爹，赶紧先走吧！哎呀，这帮陈家村的王八羔子不讲理，咱们走吧。王大梅不知道被谁家的小崽子扔了好几块石头了，还找不到人。最后一家3口推开了人群，灰溜溜的跑了。乔乔，虽然分家了，咱们也是一家人。有事儿啊，就使唤个人去老宅里说一声。我们听到信，立马就赶过来了，都是来给你撑腰的。知道了爷，麻烦你们跑一趟。陈老二根本没过来，他没脸见这几个孩子。今天要不是柱子说，我还不知道呢。咱们陈家村可不是他们王家沟的人能欺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嘴上说认，背后搞小动作，拿人家证据，小人不要脸。季小姐，你这丫头是瞎了吧？我什么时候认了？大家伙都听到了吗？啥？认什么？没听到。小年纪就瞎了，哎呀，这可怜呐！你们这些刁民！够了，春红。蔡大人来了，让一让。
去县城里办事刚回来的蔡翔一到村口就被热心村民陈铁给拽过来了。蔡翔还想做个人情呢，没想到回来的晚了，蔡家人都跑没了。罢了，雪中送炭赶不上，锦上添花吧。小米啊，去把我屋子里那个包袱拿过来。陈小妮儿趁着这个空隙，偷偷给春红指了一条路。春红这才带着季宝珠去找丢了的那4个蠢东西。本官来陈家村是为了那个草药之事，这件事本官已经了解清楚。陈巧巧姑娘大功，如今寻水源之事，本官更是在陈姑娘的指导下，把这寻水之法整理成册。这桩桩件件，本官定要禀明圣上。蔡某在此替咱们大康朝拜谢陈姑娘了。说着还真要弯腰拜下去。蔡大人言重了，我也是为了自家的地，谈不上什么功劳。要不是圣上英明，蔡大人用心，他也成不了大事。蔡翔听得心里舒服，也打开了那包裹。陈家村众人领旨。领旨2字一出，蔡翔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啥？领啥？陈正安念叨了一遍才反应过来，扑通一声最先跪了下去。都跪下！皇帝老爷子有话说了。蔡翔满脸黑线。陈家村有女陈巧巧，端庄贤淑，含章秀出，人品贵重，性姿敏慧，与百姓有功，于社稷有德，特封为6品县主，赐封浩惠，赏良田100亩，纹银1000两。他说完半晌了，跪在地下的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也不谢恩，也不领旨，他都懵了。巧巧姑娘，敢领旨谢恩了。民女领旨谢恩，还望惠县主不负圣恩，能多为我大康朝黎民百姓做善事啊！陈乔乔无有不应的，他现在只想赶紧打发了这老头回屋，多欣赏几遍这圣旨。陈正安扣着头一动不动，陈春生喊了几次，才发现自己老爹激动的晕过去了。爹，你看这正安叔，平常看着还成，这怎么还晕了呢？后头没人应，陈老二一回头，得了，自己老子也晕倒了。小兵、小虎，赶紧去喊老村医。哎呀，算了，咱们过去吧。估计一会儿要去看正安叔呢。接着又有几个年纪大的因为这圣旨激动的晕了过去。圣旨里除了封赏了陈乔乔，还口头赞扬了陈乔生小小年纪为国为民，又赏赐陈家村纹银100两，用于陈家村开设学堂。陈正安终于醒了，第一时间来到陈乔乔家里，吵着要再看一遍圣旨。还有之前不在现场的村民都炸窝了，一个个都挤到了陈乔乔家院子里。哟，你们别急了，现在可不能叫乔乔了，是惠县主。啥是县主啊？县主那可能是大官呗，反正比咱们大。陈乔乔说是要摆流水席宴请村里人吃，只要愿意来的都可以来。于是几个人到镇子里大采购。陈乔乔又和陈正安商量了一下，村里出10两银子，陈乔乔出10两银子，多买一些鸡鸭鱼肉，把之前帮陈家村抓蝗虫的书院学生，以及镇子里员外家的小厮、狗牙子他们、刘承德等人，以及其他来帮忙的人都请过来。这件好事实在是太多了，陈乔乔又做了县主，皇帝老爷子亲自赏了村里100两银子，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还等什么求寿啊？现在就请。这次写的不是感谢信，写的是邀请信。执笔人陈乔生、李庆年，监督人蔡翔。每一封除了开始的署名不同，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就连严童那里，陈乔乔都让陈乔生写了信。那些书院的学生收到信都惊呆了。惠县主说了，想去的都一道去。陈家村这次流水席管够。哎呀，这是真的吗？我也想去凑个热闹呢。我也想去，大不了咱们带些东西，总不能叫人家吃亏就是了。狗牙子哥，俺们村惠县主请你们去吃席呢。啥惠县主啊？那小孩子赶紧把陈乔乔当县主的事说了。第二日天还没亮，村里不少妇人也不用人招呼，一大早就自发来了养鸡场，要杀的鸡鸭都杀好，拔毛，要洗的青菜，要切的白菜、土豆等都切好。村里的汉子也没闲着，都帮着搬桌椅。
2个多时辰，所有的菜都准备好了，每桌12个菜，满村都被香味给吞没了。李老太本是不想来的，陈老二更是懒得搭理他娘的不讲理，一早就带着王鸭蛋和2个小的来帮忙了。陈老汉这2天晕晕乎乎的，自己孙女竟然当了什么县主，还是6品呢，也不知道他们家祖坟到底冒什么青烟了。接近晌午的时候，不少客人都陆陆续续的到了陈家村。大家伙安静一下，让蔡大人给大家说2句。蔡祥为人和蔼，随意说了2句，就示意让陈正安说。陈正安有些不好意思，想着让严童也说上几句。严县令说话的机会多着呢，本官啊这肚子都饿了，你抓紧点。陈正安没办法，只能磕磕巴巴地感谢了一遍众人，又嘱咐大家随便吃。陈乔乔更是敷衍了，只笑盈盈的让大家只管吃喝即可。老少爷们们，远道来的客人们，咱们一起喝一杯，然后开吃。流水席一直吃到下午才结束，夜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啥是县主啊？县主能干啥呀？说白了就是咱姐做贡献了。皇帝老爷子想嘉奖咱姐，给她一个女子官职，也不能说没有实权吧。知县虽然是7品，却比6品县主的权力大得多。不过唬平民百姓的话，这个县主的名头是够了。皇帝老爷子又给钱又给名头，也是给天下人看的，鼓励所有能人异士为朝廷百姓做贡献。那是不是比三叔厉害呀？那是自然，咱姐的县主可是有封号的，而且有品级。三叔还是个秀才，差得多呢。这么厉害呀？顾玄之终究是没赶上这一场热闹，他此刻还在深山里想办法和谢报国联络。村里人都以为谢报国死了，实际谢报国是以身犯险，故意晕倒在那些逆贼经常出没的山林。头有个人，看着像附近的猎人，又挺劳动力了，看着挺壮实的，弄回去吧。周围啊都查探下，别有什么猫腻儿。谢报国迷迷糊糊的被抓回了盆地中央。你是哪个村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来山里做什么？俺是陈家村的，俺家里还有爹和兄弟，还有妹子，俺是来打猎的。大王饶命啊！陈家村倒是略有耳闻，你进山几天了？怎么受的伤？谢报国就把和村里猎人一起上山，突然摔了下去。等他醒来，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人了。坐在堂里的中年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到通川镇收过粮食的姜师爷。人丢了，家里肯定着急啊，想回家吗？大王，小的想回家，小的这要是不回去，家里的人肯定着急啊，还望大王放了小的吧，小的出去肯定什么也不说。你都见过大王的脸了，你觉得本大王还能让你回去吗？小的发誓，小的肯定不会说出去，求求您了，放俺回去吧，俺肯定不说。姜师爷，交给我们兄弟吧，最近死了不少人，真缺人用呢。我看呐，还是到我们那去吧，我们那儿啊缺个打铁的。去，打什么铁呀？挖矿不比打铁要紧得多。住口！我看你们是好日子过得久了，竟什么话都敢说了。就是我们错了，我们这就下去受罚。把人先拉下去，关几天看看。我们干的是掉脑袋的大事，任何一个进来的人都要仔细盘查。你们如此松懈，怎么对得起庆王的信任？直到姜师爷去处理其他事情，才出来2个士兵模样的人，把谢报国拖了出去。就这样被拖到了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因为在地下牢房里没有什么光，只有牢房的最顶端有几个通风的洞，小孩头颅一般大，能有些微光。地上铺了些稻草，摸着都能出水来。真要是关在这里几天，估计不用刑法人都废了。京城万花楼里，好，都杀本王的小美人们！都过来！永王满脑肥肠，满脸油腻，一双大手到处乱摸，惹得一众莺莺燕燕、甜腻腻讨好的大笑。哎呦，永王，您这身体不能吃肉啊！哎呦，咱们还是回府去吧，求求您了。行了，小美人啊，改天本王再来看你们。王爷，再玩一会儿嘛，人家还要给您跳舞呢。就是王爷，小莲舍不得您。本王也舍不得你们这群小妖精啊！明日本王再来好好陪陪你们。哎呦，我的王爷啊，你可不能天天来这儿了。虽然皇上不管您，
你也要爱惜自己的身子啊！太医都说多少次了，您太胖了，对身体不好。全京城谁不知道龙井地的弟弟永王是个草包，每天花天酒地，不思进取，只知玩乐，身子都被掏空了，活不了几年。刚一进府，所有人立马换了个嘴脸。大本营近来无异状，粮食问题姜师爷已解决，山中水源暂够。朝中又有3位大臣愿意归顺殿下，报效犬马之劳。尚书家小儿子放贷的证据已经拿到手，随时可请尚书大人喝茶。永王一改之前的颓唐之色，仔细听身边人的汇报。那些老狐狸精得很，想报效本王自然是好的，投名状却不能落下。王爷放心，小的一定把事办好。影子找的怎么样了？瘦一点也没关系。影子的事王爷放心，找了10来个，只等王爷过目。办得不错，给姜师爷去信儿，本王等得太久了，大哉必是上行有亏，还望姜师爷早日行事。所有该安排的人尽早安排下去，能动用的人手人脉都活动一下，一些该清理的人也要想办法清理掉。再这么吃下去，本王怕是没到那个位子就要死了。王爷圣言。哎呀，你们这是做什么呀？本王开玩笑罢了。本王啊，也是心疼你们嘛。随着本王谋划多年，定然也是想着早日封官拜相，事成绝不亏待一人。谢永王殿下。挥了挥手，所有人都撤了出去。殿下，喝杯茶吧，新来你辛苦了。还是王妃懂本王啊，这凉茶喝着舒坦。王爷真的想好了吗？妾是王爷的人，定是要跟随王爷的。只是妾的父亲古板得很，他是不肯。无妨，大事成定局的时候，这些老古董不认也得认了。只要王妃和本王同行，本王管其他人做什么？永王妃刘子言没想到庆王能竟然为他做到这个份上，一下子感动得落了泪。京城里繁华的夜幕下，血雨腥风一触即发。这个弟弟果然是不死心呀。龙景帝闭上了双眼，手里还拿着顾玄之刚刚送到的密函。陈桥下终于有时间渐渐借住在谢家的曹掌柜了，而那个白胖的中年人是顾玄之特意给陈桥下带来的厨子。三人一见面，陈桥下也不废话，先做了自我介绍，又把自己要推广的炸鸡等东西和经营模式直接说了出来。哎，等等，陈姑娘，这个连锁是怎么个意思呀？麻烦您再说一次。哎呦，我的曹掌柜，你晚些时候再说吧。俺想尝尝那炸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朱小夫一听是没吃过的东西，瞬间就来了兴趣。陈乔乔只能掏出来一沓纸，这是他之前想的关于炸鸡经营的一些方案。曹大掌柜先看着，我先去做一份炸鸡给二位尝尝看。不到1炷香的功夫，金黄散发着香味的炸鸡就做好了。竟如此快！朱小福顾不上烫手，立马撕了一块就往嘴里放。外皮酥脆，肉质嫩滑，香。曹大掌柜早就沉浸到陈乔乔那份计划书里了，想要经营他们乔氏炸鸡的技术，只需要交2两银子的加盟费，每月给东家1成利即可。陈姑娘，按照您这上面所说，每个省城县城都要开分店，这管理人员可如何是好啊？曹掌柜，这炸鸡也没有那么着急，我们可以在通州试做，如果受欢迎，那么后续可以培养一些人来到各地经营，或者其他地方有想学的，可以到咱们这里来学技术，学好之后可以到其他地方统管当地的炸鸡店铺。陈姑娘，这事您看要不交给曹某人如何？曹某人朋友不少，更有不少是干掌柜的，相信这活儿他们能干。曹掌柜，这活本来就是要交到您手里的，我就是一个乡下丫头，这东西是会做了，但是怎么卖得多卖得好，还得看您曹掌柜的手段。陈姑娘，曹某先告辞了，曹某现在就回去好好计划计划。走的时候，陈乔乔没忘给曹掌柜装了一盘炸鸡回去。朱小福还没走，他到陈乔乔家厨房去了，已经开始研究起陈乔乔腌炸鸡用的调料了。朱大厨，您先别研究了，之后这方子给您就是了。陈姑娘莫要胡说，这可是您的方子，
怎么能给别人看呢？朱某可不是那贪心之人呐。无妨，您应该也能看出来，这炸鸡并不复杂，只是胜在新奇。您来之前，曹掌柜应该也和您说了，主要就是研究一些新奇吃食出来。不知朱大厨可有兴趣？别一口一个朱大厨了，叫我朱叔吧。你这活我干了，但是呢，要想我留下来，我也有个条件，希望陈姑娘听一听。朱叔，您说说看，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就没问题。这菜呢研究出来，我希望整理成菜谱，凡是我参与的菜，后面得写上我朱小福的名字。还有，你得给我准备个像样点的灶台。朱叔，您说的这些没问题，刚好我们家最近也打算盖房子呢，到时候一定给您盖一间漂亮的灶台。两个人又就着炸鸡的配料说了半天，陈乔乔又暗示朱小福，既然鸡可以炸，那其他东西是不是也能按照炸鸡这样做？陈乔乔把自己周围的空地都划到了自己家里。乔乔啊，郑安叔不是不想卖给你地，可你家才4口人，要这么大的地方干嘛呢？郑安叔，我大哥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娃呢，而且以后家里来客人什么的，我可是县主了，那我不得享受享受生活呀。陈正安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成，反正你手里银子够，你就可劲儿折腾吧。镇子里，表哥到底在哪里？在忙什么？怎么谁都不知道呢？小少爷，这到底在哪里呀？他是不是不知道您来了呀？蔡大人也真是的，把您扔这儿就不管您了。季宝珠欲哭无泪，早知道这样，他来这破地方干嘛呀？这里也太无聊了。表哥的一个什么舅舅是不是在这里教书啊？我们去看看吧。听说他家有个闺女呢，我们去打听打听表哥的事。那小姐，咱们去冯夫子的学堂看看吧。听说那个小贱人陈乔乔的弟弟也在那里读书呢，咱们不行就教训教训他。那还废什么话，咱们现在就去。冯小小最近被冯夫子关在家里反省，冯小小没办法，总是想办法找陈乔生打探顾玄之的消息，可陈乔生每次都装糊涂，害得冯小小哭了好几场。咱们小小知书达理，怎么就配不上那顾玄之了？玄之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他又向来也惯了，家里以后也不用他管，怎么就不能是咱们小小了？冯夫子懒得理会故事，只知道这母女俩是猪油蒙了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少女怀春，冯小小看过顾玄之后，眼里就再也容不下旁的人了。叶夫人，我们季小姐来看冯小姐了。哎呀，好闺女，别哭了，为娘自当为你筹划。谁呀？就来。这您两位是？冯夫人，这是我们季宝珠季小姐啊，还要叫您一声表姑母呢。春红连忙拉过顾氏介绍，她印象里好像顾家是有季家这么一门亲戚。季小姐快里面请。小小，家里来客人了，快去沏茶。表姑母太客气了，我和婢女来这里看顾表哥，正好想着您一家也在这里，还有个妹妹，我闲来无事，想着和妹妹亲近亲近。顾氏也是想着他们年岁差不多大，一起说说话，许就能开心点了。季姐姐好。小小妹妹这是怎么了？眼睛都肿了。妹妹看着就乖巧，姑母可莫要责罚妹妹才是。她呀，闹小孩子脾气罢了，没什么事。宝珠呀，小小平常也没人一起玩，你们一道玩，她也不至于每天闷在家里了。小小妹妹看着天真烂漫，比家里的妹妹懂事多了，心疼还来不及呢。季宝珠打量着冯小小，虽不十分温婉大方，也如出水芙蓉一般，看着就让人心生怜爱。季姐姐说笑了，姐姐温婉动人，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妹妹看姐姐仙女一样呢。你们俩姐妹投缘，先聊着，今儿就不要走了。姑母张罗一桌饭菜。表姑母太客气了，春红，你去帮帮表姑母，我和小小妹妹说说话。小小妹妹，顾表哥去哪里了？你可知道？冯小小敏锐地察觉到季宝珠的急迫，心里警铃大作。难道这个季宝珠也是冲着玄之哥哥来的？表哥已经有1个多月不曾来我家里了，之前一直在县城里耍，好像还去乡下待过一段时间。唉，表哥这个人怎么就不安分呢？都找不到人。季姐姐，表哥要是知道你如此思念他，定然是高兴的。你别急，过些日子应该会回来了。小小妹妹，莫要胡说，哪个思念他了？小小年纪不知廉耻，为了追男人跑出这么远来，难怪玄之哥哥躲出去了。
季宝珠哪里知道冯小小心里的想法？小小妹妹，你知不知道陈乔乔啊？自然知道的，听说寻到了治蝗虫的法子，被皇帝陛下嘉奖，还封了县主呢，真是风光。呸！羡慕个屁！那个陈乔乔就是个粗鲁的村姑，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还有呢，顾表哥和他也有牵扯呢。小小妹妹，你就没有听过什么顾表哥和他的流言蜚语？冯小小眉头微皱，这他倒是没有听过。不会的，玄之哥哥怎么会看上一个无知村姑呢？倒是这个季宝珠京城来的，看上去更有威胁。不曾听说我每日被爹爹关在家里学一些写字和绣花，外面的事儿都不大清楚的。季宝珠可算是找到了个说话的人，又翻来覆去的把陈乔乔骂了老半天，最后还让冯小小多打听学堂里那个陈乔生的消息。京城里就养出来这样的女子，这心眼子怕是不太够用了。李庆年来陈家村也有5、6天了，这些天他在蔡翔面前是极力表现自己，蔡翔对他倒是也有了几分好印象。这一日，李庆年带着陈小妮儿给陈老汉一家辞行，准备回李家村去了。临走的时候，李老太煮了10个鸡蛋给陈小妮儿路上吃，看得李庆年直咧嘴。这老太太要给也不给些好东西，这鸡蛋有什么好吃的？王鸭蛋看着李老太把家里存的鸡蛋拿出来给陈小妮儿，就气不打一处来。咱娘这心呐，偏得没边了。家里那么多鸡蛋，舍不得给爹吃，也舍不得给你吃，2个孩子更别提了，就一心把火的给陈小妮，没见过这样的。算了，鸭蛋，等我赚了钱，给你和孩子们买。你个王八蛋，就会用嘴哄老娘，指望你，老娘还不如自己养点鸡呢，省得一年到头缠人家的。陈老二觉得王鸭蛋这性子好，他现在日子过得踏实，也不再想七想八了，就这么跟王鸭蛋过着也挺好。想养就养吧，喂鸡的话让2个儿子去，不然这蛋他们也甭想吃。一提到儿子，王鸭蛋有些难受，他这肚子怕是真不行了，嫁过来这么久了也没个动静。陈乔生最近在学堂总感觉有人偷看他，有时候还有同窗故意针对他。上午了，休息1个时辰。乔生啊，有不懂的就去问我。另外，我新给你找了2本书，你看一看。冯夫子对陈乔生格外上心，这孩子学东西特别快，记东西也比其他人聪明。往往他说一个题目，陈乔生定能举1反3。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装，让夫子以为多厉害似的。就是大家都玩，他偏偏自己读书，怪不得夫子不待见咱们呢。有些人呐，以为姐姐做了县主就成小少爷了，哈哈，真是笑话。陈乔生听着这些人的话，却一言未发。可这流言蜚语来的是莫名其妙，这针对也是突如其来的，他怕是这后面有人推波助澜。第2日，小子，你转什么转？每天不说话就完事儿了。告诉你，你给俺们几个道歉，否则你今天别想走。对不起，我错了。不行，你道歉没诚意，你必须说你哪儿错了。我不该不搭理你们，你们骂我的时候，我应该表示气愤，还应该下次改正。没事不要总学习，要多出去玩。大宝哥，没想到他这么怂啊！就是，真应该让夫子看看他这怂样。大宝哥还说揍一顿呢，我现在都不想动手了。不成，必须的。今天这个陈乔生必须收拾，不然怎么跟小小妹妹交代呢？那啥，各位要打我总得给个理由啊，要不然我回家要怎么说我挨打的事儿啊？兄弟们，给我上！打完了，我带你们去吃顿好的。一听说有好吃的，几个孩子都来了劲，就要挥拳头去打陈乔生。陈乔生也不躲，拿眼睛去看私塾门口。就在这时，一块灰色衣角出现在私塾门口。哎呀，我的肚子！你们为什么欺负我？你们在课堂上不好好看书，下学了还欺负同窗，夫子教你们的，你们都忘了吗？陈乔生突然哎呦了一声，把围着他的几个人吓得一愣，他们还没动手呢。谢大宝，又是你带头闹事。乔生啊，你怎么样了？哪里打坏没有？你们几个都给我回去，我是教不了你们了。夫子，俺们闹着玩呢，是不是？陈乔生，陈乔生用力的偷偷掐了下自己的大腿，立马是疼得直抽抽。夫子，是闹着玩的，我没事。
你们给乔生赔礼道歉，一会儿我挨个去你们家，希望你们都回家，自己和父母说自己干了什么。谢大宝几人一听这话，立马是吓得缩了缩脖子。家里要是知道他们在学堂欺负同学，还惹怒了冯夫子，肯定得挨揍呀。乔生，对不起，对不住了，俺们这开玩笑过分了，下次肯定不会了。是俺们嘴贱，以后肯定不欺负同窗了。没一会儿，几个人都一溜烟的跑了。乔生，有事儿咱们去医馆看看。先生，我没什么事，还好您来得及时。没事就好。一会儿啊，我一定去他们家里。翌日，陈乔生依然正常上学。这几日针对他的那几个孩子脸色都不太好，显然是被教育了。陈乔生神情不变，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冷嘲热讽。